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卢米。从小我就记着这几句话：蓝天白云，椰林树影，水清沙白。这是麦兜故事里面的马尔代夫。不过在北美，可以这样形容的，当属位于加勒比海旁边墨西哥的坎控区域。为了更好地带大家一起体会这边独特的自然环境跟风土人情，我跟露露并不准备像大多数人一样在一个度假酒店里面躺平，而是准备历时3个星期走遍墨西哥东部的9个城市，尽可能的去以最接地气的方式去体验本地人的生活，品尝本地美食，串大街小巷，了解历史文化，寻宝藏美景。那让我们一起出发吧。哎呀，现在我们已经到这个温哥华国际机场了，刚从安检出来。今天早上堪称为我跟 Michael 历史上最慌乱的一次这个赶飞机。关键今天早上温哥华下了巨大的暴雪，然后呢，我们打出租车来机场，那个出租车跟我们说要40分钟到1个小时才能到我们家，给我和 Michael 搞得非常无语。我们就害怕赶不上飞机，所以没办法，最后 Michael 想了一个招，他先开车把我送到地铁站，然后又把车开回去，然后徒步从家跑到了地铁站，然后我们就是一路坐着地铁来的机场。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这个疫情期间从去年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旅行，2年了。我们从来没有去过墨西哥，虽然在网上做了不少攻略，还是有点忐忑的。语言不通是其一，特别是今天时间紧任务重，我们飞机落地就要差不多晚上7点半了。到了以后还要想办法先到坎控的市中心，然后去租车买电话卡，找到酒店，然后呢再出去吃饭，希望不要再出什么幺蛾子才好。说到吃饭，应该是我们今天最盼望的事情了，特别期待我们在墨西哥的第一天晚上能找到什么好吃的。露露，明天在这个巧克力蛋那里，是不是很可爱？还不错。我们的登机口就在这儿，走了。哎呀，今天早上这个温哥华下了暴雪，现在整个机场大飞机上面都是白色的雪，然后现在正好又是晴天，阳光洒到那个飞机上，还有远处的山上，真漂亮，超级美。登机啦！上飞机第一件事情，一人发了一张 Wipes。我们马上就要去坎控了。我现在还穿着小羽绒，因为飞机上可能还是有点冷。我们这个飞机今天大概晚点了快1个小时了。我们刚才以为这个飞机动起来是准备起飞了，结果 no， 我们还是太幼稚了。现在这个飞机挪到了一片空地，这旁边飞机们排站，都在接受洗礼。对，第一次啊，这么飞机上太多雪了，现在要把那个雪冲掉，要来洗飞机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啥样的。降落了，然后终于到了，外面天空已经黑了，现在本地时间已经7点了，晚上7点了。外面星光闪烁，看起来这个城市也挺大挺繁华的。对。那我们回来落地见喽。OK。现在我们在机场里面，然后呢，大家全在这边，因为报关的表必须要填一个表，但是报关的表用完了，好像有人去拿了，现在还要来这边等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在这边等了差不多20多分钟，半个小时，终于拿到表了。我跟洛洛赶紧填上，我们就出机场。坎控机场的地面交通基本上就是3个方式：打出租车、大巴，还有去各个宾馆的小巴。大巴肯定是最便宜的方式，$5可以去坎控的市中心。不过我们就算到了坎控的市中心，还要再想办法去租车的地方，再加上飞机晚点跟在机场中耽误的时间，
我们最终还是选择打车去。哎，我们现在还是坐 taxi 吧，耽误了好多时间了。taxi 好贵，800，也就是差不多是40美金。在打出租车的区域，这边有好几家出租车公司，反正都不便宜，怎么都是一种被坑的感觉。我们现在在等出租车，哎，不过这边还是挺热的，有那种湿热的感觉，有点出汗。哎呀，今天真的是左等右等。2 hours later. 对墨西哥初印象怎么样？我觉得这边的感觉啊，说实话跟Hawaii夏威夷有点像。不过呢，现在因为我们还没进城，所以不知道这个坎库这个城里的感觉怎么样。但就是机场外部的这个自然环境啊，气候条件跟夏威夷是有点像。露露已经饿了，我们今天一天基本上算是没怎么吃饭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在飞机上我整个全程戴口罩，连一滴水都没有。终于到了宿舍地，不过从机场到宿舍地，我觉得还是蛮顺利的，没有出什么幺蛾子。在这边租车，一定要跟租车公司的人一起把这个车360度全转一圈，把能看到的毛病全都记录下来。最好用手机把各个角度全拍好照片，以免在还车的时候对车上现有的损伤有争议。现在终于开上车了，今天虽然是麻烦一大堆，然后呢，但是终于开上车了。今天晚上的活动就是吃饭、睡觉，还有2件事儿。这叫 OXXO， 有点像 7-Eleven 一样的便利店。走，我们去买电话卡啊！3件事，还要买电话卡，走吧。OXXO 这个便利店真的在坎空每个转角都有一个，非常好找，而且每家都有手机电话卡售卖，非常方便。我们电话卡买好了，我跟洛洛2个人都买了，花了300比索买了2张，每张里面呢都有差不多2个 GB 吧，还是挺便宜的。走吧，我们赶紧去吃饭了，饿死我了。我们现在到了在坎昆第一晚这个入住的酒店。这个小酒店呢，是我和 Michael 自己找的，不在这个坎昆著名的度假区，是在它这个市里面，所以离本地的这个居民区也很近。我发现这旁边啊，车水马龙，很热闹，就很像在国内的那种，就是老城区的味道。这个小酒店呢，我觉得也挺别致的，虽然规模不大，但里面装修的也挺有调调的。我们赶紧去房间放上东西。跟国内一样，有点像国内的快捷酒店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我们的宾馆了，这个跟国内的快捷酒店真像了，而且还没有窗户。我跟前友打电话说，今天我们可能是来的也比较晚，今天生意也比较火，有窗户的房间都已经卖完了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觉得床呀还是挺好的，干净是挺干净的，就很像国内快捷酒店。那个啥，空调也很像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还行吧。就是没有窗户，让我觉得有点郁闷。OK， 我们现在要出去找饭吃了。这边呢，我看这个旁边呢好像有一个 market， 就是有一个市场，然后呢市场里面好像是有挺多吃的，但是现在有点晚了，我们还是去看一看，碰碰运气。对，走。这边好像有很多小商铺。有点像我们在国内的夜市啊！哇，这个市场还挺大，越走越摊贩越多，但是它这面全都是卖甜食的感觉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夜市啊，看到有一家好像是卖玉米的队伍排挺长，我们准备来试一试。看，我买了一个 cheese corn， 就是 cheese 跟这个玉米，这边有各种各样的酱，都不知道要放哪个，这边先放一点。这真是神奇的食物啊！我怎么感觉你的表情那么奇怪呢？
这个味道真的是太丰富了。它就是玉米和芝士在一起混合的，然后加了我们刚才看别人加的辣酱，我们也加了点，味道就特别的复杂，就是各种酸爽，各种辣，就代表了墨西哥食物的特色。辣可能是其中一位，还有酸，好吃是很好吃，好吃。墨西哥最有特色也是最普遍的食品肯定是 taco 了。我们在这边随便挑了几种，我们来尝一下。比较干，没有什么芝士，我觉得我得再去加点酱。辣。刚才开始和味道太淡，我去加了点辣酱，结果现在被这墨西哥的辣酱给征服了，太辣了。我刚才在这家买的这个果汁，他们家有各种各样的味道，这个有点像我们温哥华那个，就是奶茶店啊、果汁店，而且这些都是鲜榨的，还挺新鲜的。我们又发现了一家人气很火的炸肉饼店，有点像炸的馅饼，我们来尝一下。我们现在要加调味酱啦，按照本地人的手法，加一点红洋葱，再来一点这个。我们来尝一下我刚刚买的这个，这里面是肉炸的，叫什么名字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先来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了。这感觉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巨大的炸饺子，配上墨西哥的各种酱料，哎，这个炸的挺坚挺的。怎么样？这上面的酱酸酸甜甜的，然后有点 cheese， 但目前我还没吃到里面的馅。好吃吧？好好，哇！哎呦，好吃呀！好吃，真的很烫，哇！哎呀，好吃，好好吃，真的好吃。这个炸饺子看来味道毛不赖啊！来墨西哥吃饭，我觉得不需要给餐具，全都是用手拿。哇，这里面你看这芝士啊，你看这芝士，这么丰富，哇哟，这货太多了，你看看，超丰富，洋葱是有点甜甜辣辣的，然后上面我们撒了点那种本地的那种绿色的辣椒酱，然后配上里面的肉和芝士，哇，超香！我觉得这个比刚才那家那个 taco 还好吃。吃这个吧。来尝尝这个60比索的大虾，这相当于大概是4加币。的话，刚才我一点酱都没撒，就这样单吃就很好吃，香。这个夜市我们逛的真的是超开心，吃的好满足。这个夜市小吃的价格也非常实惠，我们吃了这么多，加起来花了也就差不多10块钱加币。新鲜出炉的芝士、草莓、巧克力酱卷，这个也算是今天的饭后甜品。我来尝一下啊。哎我天！哎呀，这个芝士好臭啊！巧克力酱和草莓是绝配。这是非常奇妙的混搭。芝士是咸的，巧克力酱是甜的，草莓是酸甜的，口味相当丰富。这里
面全部是芝士，这酥皮也相当脆。Michael，这芝士棒吃的怎么样？好吃的，很特别。今天真的是紧张、充实且兴奋的一天。在来墨西哥的路上，真是闹了不少幺蛾子。不过一到了坎控，一切就顺利了起来。我们达成了我们所有要完成的目标。晚上这顿饭吃的更是超出我们的预期。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。明天我们有非常精彩的安排，要去一个神秘的小岛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神奇啊！这边竟然还有这个公共电话亭，这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啊，不是那个插卡打电话吗？说实话，感觉这边坎控很像国内的小城。